大家好，我是胶东小王。这个空调毛细管这一轱辘和过滤器堵了，现在过滤器叫我全焊下来了啊，里边挺脏的，里边一共两个啊，一头一个，全部焊下来，不要了。不要了，我现在用两个12的铜管接在3根毛细管上，然后现在给它连起来。因为这个空调系统特别脏啊，如果再换一个过滤器的话，有可能还要堵塞，所以用个12的铜管连起来以后，这样吹一下系统，把杂质吹一下。从这个地方打压，从这个地方出气啊。现在我就把它给它焊起来。现在已经焊上了啊。焊上以后，拿压缩机泵打气儿，测试一下系统通不通啊？从这个地方往里打，然后现在从这个地方开始出气儿。大家听见声音没有？现在出气量很大啊。然后压力表不动，这说明现在系统已经通了。如果系统还堵的话，这个压力表要上升的啊，压力要上升。原来就是压力上升，就这两个东西啊，堵了。啊，这是脏东西啊，堵死了。现在系统是通的状态，所以这个内机管路堵不堵判断比较简单的，从一端往里打压，如果另一端不出气或者是出气量很少，压力表上升的话，那一般都是内机管路有问题了，堵塞了。一般是脏堵和油堵啊，它不会冰堵。冰堵的话，把制冷机放了，它就化开了。那化开以后，打压还堵，就是脏堵或者是油堵啊。这个是油很多呀，喷出来很多油的。这是个大工程啊！内机管路修完了以后啊，外机也有问题啊，外机压缩机坏了。就是因为内机堵塞造成压缩机损坏。因为这个空调当初用户安装的时候，因为是个旧空调嘛，不知道移过几次机了，线路已经被改动了，然后压力开关已经被短接了，所以说这个空调内机管路堵了以后啊，造成压缩机损坏。如果当初这个线路没被改动过，带压力保护的话，压缩机一般不容易烧的啊。它这个是带压力保护的，但是它现在压力保护线呢已经被短接了，已经失效了啊，已经被短接了。所以没有特殊情况，尽量不要更改空调的线路，要不这个压缩机鼓轮的一般不容易坏的啊。就是因为它给短接了，所以才把压缩机烧了。大家好，我是胶东小王。这个线路板是前几天给用户维修的，修好了以后换上了，然后工作了半个月，又坏了。维修就是模块板，上面有几个电阻腐蚀的挺厉害的，全部更换了，然后线路板就好了。用了几天以后啊，别的部件又坏了，
因为这个线路板10来年了，上面的涂层啊和铜皮子都老化了，有些部件都站不住了，所以这次决定换了个新的模块板。现在这个模块板就换上了，全新的，这样才能保证万无一失。所以有些变频空调外机板年头长了，维修的话价值不大，因为这个板呢上面有很多部件，这个部件换完了，线路板好了，有可能别的部件在夏天高温连续工作的情况下也会犯毛病，因为年头太长了，毕竟10多年了。所以像这种10来年的变频板，如果出现毛病最好是换新板，能用得住。如果是3、5年以内的、6年以内的板出现问题，那样维修的话还可能用得住。这种年头长的还是以更换为主，要不太浪费时间了。因为用户不管，只要是坏了就会找你，他不管这次这个配件坏，下次是另一个部件坏，用户只会说空调又坏了，那样还得跑过去进行维修。现在换一个新的，估计用过1、2年是完全没有问题的，一会儿就去给它换上。现在到地方了，就是这个海信的大3P，生产日期应该是12、13年的，现在也看不清了，都风化了，太老了。这个地方有日期，12年2月份的。一会儿给它装上，看看这个新板能用多长时间。电磁阀，压缩机，3根线。现在线路板已经安装好了，一会儿就通上电，看看机器运转是否正常。上机之前已经测试过了，没有任何问题。现在安上以后再测试一下。通上电以后，机器运转一切正常。模块板这有个指示灯，这个灯要闪的话就是有毛病了。如果这个指示灯常亮，就证明机器运转一切正常。压缩机正常工作，气管凉了以后立马就有点水珠了，效果特别好。这个新的模块板应该会用得住，所以大家维修变频空调年头长了，还是建议换新板，没有后顾之忧。要不来回跑都跑不起，特别夏天忙的时候，真的倒不出时间呢。好了，本期的视频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，喜欢的朋友请给一个1圈3连支持一下，咱们下期再见。今天到一个化工厂维修一台海尔的特种冰柜，这个冰柜最低温度能达到零下50度。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地方有一排这样的冰柜，都是低温制冷的。现在这台零下40度的冰柜坏了，一会儿说里边的东西全化了，一会儿咱们就通上电看看是什么问题。边盖打开以后发现一个什么问题呢？压缩机间断性运转，就是转个几秒钟然后就停了，然后再转个几秒钟，但是听声音像是供电的问题，并不是压缩机自身的问题，好像是控制器给压缩机供电了，然后过几秒钟又停止供电了。因为当压缩机停止的时候听到继电器的声音了。这个小冰柜别看不大，只有100多立升，但是用的压缩机功率特别大，而且是个丹佛斯的压缩机，冷媒用的 R404A 的，这个压缩机的功率最少在400瓦左右。这么个小冰柜用这么大的压缩机，可想而知压缩机的制冷量有多大，就是为了把温度降得更低。说白了，像普通的冰柜降到零下30度还是比较容易的，如果要降到零下40到50度就比较费劲了。
不但压缩机的功率要大，而且还要用专用的冷媒。普通的 R600A 的冷媒怎么降也降不到零下40度，所以它这个系统选择了 R404A。404我以前测试过，最低可以降到零下52度，而且不用双级压缩，单一型号的冷媒就可以。运转了一会儿以后，我感觉还是控制器的问题，因为这个电路还是比较简单的，就是一个温控探头接了一个控制盒，然后控制给压缩机供电来实现调温度的。为了进一步确定是不是控制器的问题，现在我把线路改了一下，插上电以后，让220伏的电直接给压缩机供电，这样原来的故障现象就消除了，压缩机可以一直的正常运转，而且制冷效果也特别好。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冰柜高压管和制冷管都是用的铜的，所以这种冰柜轻易管是不会漏的。这个东西还是一分价钱一分货呀。现在咱们家用的冰柜一般高压都是铁管的，里边的制冷管都是铝的或者铁的，所以不耐用。确定硬件没问题以后，我现在把这个温控器给拆了下来，发一个新的温控器换上就可以了。不过这个温控器挺贵的，光买这么个配件就要300块，因为它毕竟是医用专用温控器，并不是普通的。大家觉得和客户报价多少钱比较合适呢？我报了600块，你们不会觉得我黑吧？好了，本期的视频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，咱们下期再见。大家好，我是胶东小王，今天过来修一个古董机的空调，就是前面这台海尔的1拖2 4根管的。看这里边呢，好像是一个压缩机，压缩机不启动，这个电容坏了，一点容量也没有了。现在给它换了个新的电容。这个空调啊，20多年了，竟然还好用啊！用户也是买的二手的，在工地上用，外机还带个线路板。现在通上电，延迟启动。用户说以前好使，然后从昨天突然不好使了。启动电容坏了，压缩机不转，一下就不制冷了。这儿全是工地的板房。这种空调00几年的时候还有，以后就停产了。说话的功夫，机器已经启动了，压缩机运转了，启动电容换上了啊，没毛病，管立马就凉了，制冷挺快的。立马就凉了。组合1拖2，这个空调什么时候生产的呢？也看不大出来了。啊，这个地方有啊，大家可以看到，98年7月份生产的。98年7月到现在24年了呀，这空调这么厉害呀！看这里边没怎么修过呀，换了个电容而已。这个电容还是原厂的，上面写的正品件，也有可能换过这个电容，但是这个电容换也是海尔厂家换的，外边买不着这种，上面有商标、条形码的。今天也是开眼界了，这个空调啊，风立马就热了，效果特别好，相当于2台1匹的空调装在一块儿了。这种空调也是比较好修啊，就是线特别多，这么多线，主电源线、信号线，2台的，一台3根线，然后还有一台外机主电源，内机供电是从外机走的。夏天电容坏的特别多呀，特别是温度高的时候。今年夏天已经换了不少了，不过干维修的都愿意换这个东西，收费高，维修快，而且换上就好，没有后顾之忧。
大家觉得这么老的空调，换个电容收费多少合适呢？好了，本期的视频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，咱们下期再见。这个就是我经常用的冰箱检测仪，一会儿检测一下这个新风机，看看好不好用。这是原来的老风机，首先把开关打开，这个就是检测风机的连接线，红线是12伏的正极，黑线是负极，这个白线就是反馈线。这个是风机的插头线，中间的红的就是正极，旁边的黑的是负极，这个紫的就是反馈线。根据这个把线插上就可以了。为了方便大家观看风机的转速，在上面插了一个胶布。现在打开风机检测的开关，这个第3个按钮就是风机检测开关。现在连接线已经接好了，然后咱们按第3个开关，风机供电开关，一按风机立马就运转起来了。再按一下关闭，直接就停了。开始，完全没问题，一点儿不卡顿。然后咱们再把这个坏的拿过来试试。这个坏的风机有的时候转，有的时候就转不起来啊。现在它又好了，又能转起来。现在它又不转了。现在这个检测仪红灯亮，但是它不转，但是用手一动它就转了啊。看没看？就是这种问题，有的时候它就卡住不转了，造成冰箱不制冷，冷气吹不出来，用手一推就转了。今天到用户家就把这个风机给它换上，换上以后应该就能解决这个问题了。这款风机坏的最多啊，这个风机拆装也是特别简单的，直接这样卡上就可以了。然后再翻过来把这个叶轮安装上，安上以后再安装上这个弹簧，卡住叶轮的。安好以后，咱们通上电源，再次测试一下，按下启动开关。风量特别大，而且几乎没有噪音。这样一会儿去给用户安装上就可以了。不知道大家换这么一个风机一般收费多少钱比较合适呢？好了，本期的视频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，咱们下期再见。大家好，我是交通小王。这个电脑板是昨天从用户家拆回来的，故障现象是用遥控关机以后，压缩机关不了，压缩机一直运转，内机和外风机什么都停止运转了，就是压缩机一直转不停啊。然后把电拔了，再插上电，压缩机不运转了。这时用遥控开机仍然可以正常工作，但是再次关机的话，压缩机还是一直运转。所以把这个电脑板拿回来进行检测。像这种问题以前我遇到过啊，是继电器损坏，继电器触点粘连了。不过继电器触点粘连了，即使你拔电了，然后它停止运转，然后你插上电以后，你不用拿遥控开机，压缩机直接就运转了，因为它触点已经粘连了嘛，分不开了，所以你一插电，压缩机就工作。但是这个和那个是有区别的，这个你把电拔了再插上，压缩机是不工作的，你必须开机，压缩机才工作。但是你拿遥控还关不死，所以我要详细检测一下，看看是不是给继电器供电的电路出问题了，导致这个情况。线路板拿回来以后，我自己找了个变压器，因为原来的变压器在空调上不好拆，接上了，然后220伏供电。现在咱们就插上电，测试一下这个空调正常工作的时候，制热是完全没问题啊。咱们先把王影表打到电压档，测一下继电器输出电压啊。这两个是220伏主电源，220伏电压正常。然后这个是压缩机输出电压，现在没有电压啊。如果这个继电器粘连，正常一插上电，输出单就有电压了。它这个并不是粘连，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地方还有俩继电器，这俩继电器
一个应该是风机供电，一个是四通阀供电啊。现在咱们用遥控打到制热开机，制热设定到26度，量一下压缩机输出电压，220伏正常，然后再量一下风机和四通阀，220伏正常，220伏正常。因为风机和四通阀制热的时候都通电，正常这个时候空调正在预热。现在咱们给它关机，看看继电器是不是还在持续供电。主要是现在量一下压缩机供电还有没有了。现在压缩机供电没有了，其他的供电也没有了，但是这个四通阀还有供电，这个是正常的，因为四通阀一般在关机以后过个2-3分钟才断电的。现在继电器没有供电，这说明控制电路应该是完好的。但是有一种什么情况可以导致这个问题呢？因为现在是空载，空载的时候继电器没有电流通过，如果有电流通过的话，而且压缩机的电流会比较大，会造成这个继电器的触点发热，发热以后它两个可能会粘连到一起，出现关机以后断不开的状态。当没有电流通过的时候，继电器的触点就没有高的温度了，就断开了。所以现在没有电流通过，继电器可以正常的控制供电。像这个问题，一会儿咱们找一个继电器给它换上就可以了。由于视频的时间比较长，所以下期和大家分享换继电器的视频。等这个坏的继电器拆下来以后，我就把这个继电器里边完全拆开，看一下触点到底是不是烧坏了。好了，本期的视频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，咱们下期再见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胶东小王。以前发过修燃气灶的视频，有很多网友问我，燃气灶的配件都是在哪买的？今天我就拍一期视频，一起回答一下大家的问题。这些就是我平常修燃气灶常备的配件。这儿还有一大盒子，满满一盒子，各种各样燃气灶的配件。其实燃气灶常用的配件就那么几种，主要是我桌子上这几种。首先呢，要配2节电池啊，因为有的燃气灶可能就是电池的问题，配2节电池的话维修比较方便，可以更换。其次呢，燃气灶坏的最多的就是点火针了。这个就是点火针，这个点火针呢，用时间长了以后，外边的陶瓷就碎掉了，碎掉以后高压火就打不出来了。所以平时我修燃气灶换的最多的啊，就是点火针。咱们平常用的点火针呢，主要有2种，一种就是这种啊，后边带线的，这个地方带个插头，直接插到点火器上啊，这是点火器，直接插上去。还有一种啊，就是这种不带线的，这个不带线的怎么用啊？是适合于这种点火器，这个点火器是带高压线的啊。它这个地方不是带个针吗？然后直接把这个高压线呢直接插上去，这么插上就 OK 了啊。然后这种点火针呢是万能的点火针啊，什么样的燃气灶都可以用，就是自己调节一下高度。那么这个点火针怎么固定呢？买这个点火针的时候，它带掐子的，掐子和卡簧，这是弹簧。这些小黑的就是卡簧啊，使用的时候直接就是把弹簧先套上，套上以后把这个卡到燃气灶，从下边怼到灶头中，然后在灶头上面用卡簧这么卡住就行了，一卡住，这样这个点火针就让这个弹簧给固定住了，就不会动了啊。这个也可以调节高度。买点火针的时候只买这2种就可以了，几乎每个燃气灶都可以用。然后这个点火器啊，最常用的也就是这么3种，这种就是特别简单的啊，就是不带吸管保护的，就是老式的，一共就2个头，就是点高压火，不带吸管保护的。像这2种都带吸管保护，就是有2个是高压针打火的，有2个是然后吸管保护用的啊。然后现在的点火器基本上都是
1.5伏和3伏通用的都可以用。它这种也属于万能型的，它这个线接的话也是比较简单的，上面都有插头，直接插上就可以，和原来的都可以直接插上啊。所以大家购买的时候，只要购买这几种就可以了。还有的现在燃气灶常用的啊，就是电磁阀。这个电磁阀和热电耦是配合使用的，这个就是热电耦啊，它两个是配套的啊。咱们很多网友问我，这个电磁阀怎么购买呀？买什么样的型号啊？其实这个电磁阀目前来说，我遇到的只有2种啊，一种就是这个里边是一个针的，一种就是这个啊，这个里边是2个针的。市面上用的可以说99%的都是这2种电磁阀，就是单针和双针的。它和这个感应针、热电耦，它和这个热电耦啊，它是配套的，买的时候也是配套的。你如果你想买双针的，然后你买这个热电耦啊，这个地方也是双针的啊，直接能插上的。如果你买的是单针的，然后你买这个热电耦这个插头啊，就是这种的，它这种就是单针的，就是一个头的啊，直接可以插进去的。所以它俩是配套买的。这2个是燃气灶的喷嘴啊，这个东西很少有坏的。这个就是中间有个眼儿，它这个眼儿堵的很多，可以找个细的东西给它投一下就可以了，它很少有坏的。我为什么备2个呢？就是有些燃气灶啊，就是烧液化气的，然后给它改成烧天然气的，所以就得换这个喷漆嘴儿。因为液化气的喷漆嘴儿比较细嘛，天然气的粗，所以就要把喷漆嘴儿给它换一下。所以我一般就备2个。这个就是燃气灶的触发器啊，就是打火的时候你一拧那个开关啊，这个东西就闭合了，就产生一个触发信号给高压盒，然后就打火了。这个有很多种啊，如果带这个尾动开关的就是这种，还有一种就是这种啊，带压片的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胶东小王，今天过来修一台空调。用户说这个空调是电业局通电的时候，然后就烧了，应该是通的电压不对啊，220，然后供到380了。不但把这个空调烧了，还有一些电脑的电源也给烧了。现在插上电，空调一点反应也没有。遇到这种问题啊，直接就拆开看一下，变压器。首先看变压器，一般变压器肯定会烧的，然后再看一下主板上有没有其他配件烧的。现在这个外壳让我拆开了，这个是空调的主板，仔细看这个地方有发黑的迹象啊，这个地方已经黑了。这个压敏电阻现在已经碎了啊，已经碎了。大家可以看看啊，已经碎了，就是电压过高啊，一下给击穿了。这个典型的380的电进来了，给它烧了。保险丝也烧了，保险丝也烧掉了。这个是保险丝，保险丝已经黑了，啊。一会儿看一下变压器。变压器烧没烧？这个比较简单啊，这2根是变压器的线，一个粗级一个次级，然后量一下，通不通就完事了。如果通的话，就要把保险和它2个一换，这个板就修起来了。因为这种板是变压器降压的，没有开关电源的啊，比较简单，只有一个整流滤波的4个耳机管，还有一个5伏尾压的。5伏3单尾压7805是比较简单的，还有一个7812，就这些东西。这个板是完全能修复的啊！一会儿给它测量一下变压器坏没坏，没坏的话直接换这2个配件应该就好了。现在变压器已经拆下来了，拆这个挺费劲的啊。拆下来了，为什么拆下来？因为它的粗级绕阻已经不通了。像这种220通380的电呢，一般肯定烧变压器的。
因为首先电先到变压器的，初级线圈已经烧了啊，一会儿拆开看看有没有修复的价值。它这个应该带温度保险，一会儿看看有没有，如果有的话，看看能不能把温度保险给它修一下，如果没有的话，就得换变压器了。刚才挑开看了看啊，这个变压器没有温度保险，所以这个变压器啊必须得更换了。现在我找了个新的变压器，一会儿给它换上，但是这个接头不一样，需要把接头倒一下，插头倒一下就可以。现在变压器已经放进去了，把线路板装上就 OK 了。该换的配件都换完了，拿了一盒配件，一盒电子元件常用的，车上都有啊，干活为了方便。现在空调板已经装好了，就是显示板没有插，不过这样也能试机啊。如果一插电有蜂鸣声，就是通电自检的声音，说明空调就好了。现在插上电试一下，大家听没听见？滴儿响一下，百叶动了啊。再给大家试一下，这百叶是开的状态，然后我插上电，滴儿响一下，然后百叶再自己复位，自己复位啊，有通电自检的声音。现在空调就没有问题了，一会儿把外壳安上，然后试一下制冷制热，就修完了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，喜欢的朋友请点击关注转发，咱们下期再见。今天正月初七，现在正在安装车的电气系统，车的框架大体已经完事，电气系统也特别多，装了2天了。这个是刹车的总泵，2个油管，一个油管管前轮，一个管后轮啊。这个是装刹车油的。前面的电机控制器装在这个位置，已经固定上了，还没连接线路。电机安装在这个位置，朝前的电机线已经接上了，接到控制器上了。这2根是接电瓶的，接线单子也固定上了，就等着连电源了。前面的档位已经安好了啊，这个是驻车、前进、倒车、自动挡。这2个小开关，一个开关是车灯，一个开关是音响。我车上安装了音响啊。这个是喇叭，这个是爬坡档，往下一拉就变成低速档了啊，往上一推就是正常模式。下边是油门，就电门、刹车，全部固定好。在方向盘的左边，这个是液晶显示屏，电量显示，各种信息都在这个屏幕上啊。这个是电门钥匙，打开以后才能工作。后边安装了2个尾灯，尾灯的空间到时候用铁板给它封闭起来。这个是后电机，朝外面的。控制器安装在座位底下，也是用螺丝打的，特别结实。这面是电源接线单子，这个是电机电源，这个地方是接电瓶电源，这些控制线还没有接，一会儿接上就可以了。这个是刹车泵的油管，全部接好了，还没加油，加上油就可以制动了。左右两边都接好了。车座底下是安电瓶的，这个空间相当大了啊。我现在没有电瓶，我把我的电动三轮车的电瓶拆下来了，先试一下，等没问题了，快递上班了，到时候买个锂电池安装上。这个空间安装锂电池肯定是特别充足的啊，因为这个车是个72伏的，所以要安装6块电瓶。我这个电瓶是72伏60安时，一共6块，每一块是60安时的，可以存4度电。推动这个双电机应该没有问题，只不过续航可能有点短，也就40公里左右。这个支架已经安装上了，把电瓶放到这个节铁上，正好卡住，用螺丝固定住就可以了。刚才把我的三轮车拆下来1块，然后再把其他的5块拆下来。这后边还有5块大电瓶还没拆，先把前面座底下的1块拆下来了，
这个3轮原先是60伏的，现在叫我改成了72伏。这个控制器也是2000瓦的，电机也是2000瓦的，只不过这个是个单电机，那个是个双电机。一会儿把电瓶安装上，连接上总电路，然后就可以试车了。因为今天已经比较晚了，所以本期视频先给大家分享到这里，明天就可以试车，到时候现场给大家拍视频，看看能不能带动。咱们下期再见。